给你1个亿，但要戒掉这3样东西，你会答应吗？戒杀。先别急着回答，因为看到最后一定会吓得你两腿发软。这是风月大师楚原46年前的经典之作，他将人性的贪婪和未知灵异的恐怖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故事开始，4个小孩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一张碟仙图，玩起了碟仙的游戏。令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还真灵。就在此时，大厦保安阿成听到动静，将他们赶走。几个小王八蛋，人家刚搬走，你们就进来捣乱。他将招魂用的蜡烛和线香熄灭，然后好奇地拿走那张碟仙图。阿成是个典型的底层屌丝，每天的工作就是被业主呼来喝去，受尽了白眼和窝囊气。业主老王的女儿小美就是他的白月光，每次阿成都殷勤地将小美送出大门，就是希望能多看小美一眼。阿成的人生可以说是大写的惨字。回到宿舍以后，怪事发生了，他拿回家的碟仙图居然自己动了起来。阿成也不害怕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玩起了碟仙的游戏，没想到碟子还真的动了起来。对方自称是个狐仙，阿成一看胆子瞬间就肥了，要求狐仙帮他斩断穷根，发家致富。狐仙也没废话，直接给了他一组6合彩号码。1、2、3。阿成当场就懵了，心想这什么鬼号码也太顺了吧，这不是把我当大冤种耍吗？可转念一想，万一是真的呢？于是他揣着身上仅有的2块钱，半信半疑地走进了投注站。果不其然，卖票的大婶一看这号码，差点笑出声，劝他省下2块钱去喝咖啡。旁边的经理也过来帮腔，说他脑子有病。阿成在一片嘲讽声中，硬着头皮买下了这张彩票。当晚，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越想越觉得自己傻。可就在这时，收音机里传来了开奖结果，主持人用极度兴奋的语气宣布，本次的头奖号码赫然就是6个中奖号码是1、2、3、6，特别号码是36。好家伙，阿成一蹦3尺高，差点把天花板给顶穿了。他真的中了，1个亿巨款从天而降，他的人生彻底逆转。兑奖时，6合彩站的主任问他这组号码这么奇怪，是谁教他买的？阿成顺口就说出了实话，这不是人教的，是碟仙碟仙。一夜暴富的阿成心态彻底飘了，他以前受过的委屈现在要加倍奉还。他先找到了对自己爱搭不理的凤姐，我要做你的darling了。可凤姐根本不相信屌丝会逆袭，以为他想用假钞换自己的那啥，直接将阿成赶走。现在有钱了，阿成最想做的事自然是追求白月光小美。他见小美喜欢布娃娃，于是便换了一身正装，将整个娃娃店全都包圆。可小美对他的态度依然冷漠，直接拒绝。这一幕恰好被凤姐发现，也明白刚刚那不是假钞。原来这个混蛋真的发了财。阿成眼看追求失败，就想到之前瞧不起他的酒吧找点乐子，曾经对他爱搭不理的服务员，现在为了钱居然求打。来，让着我，你打我吧，自己打过瘾以后，阿成又雇佣门卫进去把酒吧砸了个稀巴烂，整个场子被搞得乌烟瘴气，而阿成则在混乱中放声大笑，享受着金钱带来的绝对权利。这下阿成心里终于舒坦了，门卫还特意把这个财神爷送回了家，而拜金女凤姐特意打扮后早就在这里等他。当初你对我爱搭不理，今天我让你高攀不起。阿成把大把钞票扔在地上，命令凤姐像小狗一样趴着捡。为了钱，凤姐彻底抛弃了尊严，任由阿成百般羞辱。阿成看着他丑态百出的样子，心中涌起变态的快感。正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，阿成这种暴发户的行径很快吸引了老江湖王老板的注意。王老板是个心狠手辣的赌徒，他看中的不是阿成的钱，而是他这个人。王老板知道阿成迷恋自己的女儿小美，他设下一个香艳的赌局，用女儿做诱饵，要跟阿成玩2把。赌法也相当奇葩，在一个杯子上铺张纸，放上1枚硬币，两人轮流用烟头在纸上烫动，谁不小心把硬币弄掉下去，谁就算输。赌注更是刺激，一局10万，阿成要是赢了，小美就当场脱一件衣服。阿成看着娇艳欲滴的小美，早就色迷心窍，想都没想就上了赌桌。他天真的以为有狐仙护体，自己就是赌神附体，稳操胜券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自己早已掉进了黄老板精心设计的圈套。几轮下来，阿成赢多输少，眼看小美的衣服一件件减少，他非但没有警觉，反而更加上头理智，被欲望彻底吞噬。就在阿成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之际，黄老板抛出了最后的诱饵，一把定输赢。阿成押上自己全部的100万家产，而黄老板则押上这栋豪宅和女儿小美。被贪婪和色欲冲昏头脑的阿成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
他自信满满的拿起香烟，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坐拥豪宅美女的巅峰时刻。然而就在他的烟头触碰到纸张的瞬间，那脆弱的纸面应声而破，硬币当的一声掉进了杯底，空气瞬间凝固。阿成彻底石化了，他输了，输得一干二净。前一秒还是挥金如土的百万富翁，下一秒就变回了那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。王老板卷走了他所有的钱，他却又无可奈何。从天堂坠入地狱，阿成只用了1天，他彻底崩溃，赶紧从床底找出了碟仙图。他开始求狐仙再帮自己中一次6合彩，可狐仙却说他3条戒律已经犯了2条。就在此时，6合彩中心的主任找了过来。原来他听说阿成的办法后，就回家玩碟仙，结果他新买来的碟仙图不起作用，于是就想来借阿成的碟仙图。可发财的东西怎么能随便借？主任见状就想硬抢，结果在拉扯中，阿成不小心杀死了主任。好了，现在3大戒律阿成全占了。随后阿成痛哭流涕的忏悔，只求狐仙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可他忘了，狐仙的恩赐不是无限提款机。当他被欲望彻底腐蚀，双手沾满罪恶之时，就算神仙下凡也救不了他了。这份从天而降的财富，最终成了将他拖入万丈深渊的催命符。看到这里，你还有信心戒掉3样东西拿到1个亿吗？我是小 K，我们下期见。